暑假回家的第一天，哥嫂邀请我去她家团聚，哪知到了她家，却只有不到2岁的小侄子和一堆家务等着我。我打电话向他们抗议，他们却语气得意，小黎呀，这是我们给你的一个惊喜，让你锻炼一下带孩子，以后找对象更有优势。哥嫂居然这么无耻，把我骗来照顾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，自己却去度假了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在这个屋子里给哥哥留点惊喜吧。小黎呀，哥哥给你留下的惊喜，你还满意吗？我哥在电话里面显得异常兴奋，好似真的给我留下了什么宝贝。你们赶紧回来吧，我不会带孩子，1个小时以后你们不回来，我也直接走了。哥嫂看着都是正常人，但他们的无耻行径却远近闻名。怀孕的时候，哥嫂觉得无聊，大着肚子去游乐园玩，游乐园的工作人员为了嫂子的安危着想，不让她玩海盗船、极速飞车这样的项目，他们倒好，缠的工作人员不让走，还说工作人员歧视孕妇，最后是游乐园承诺赔钱，他们才肯罢休。后来小侄子出生，家里长辈们都准备了大大的红包，但哥哥嫂子还是不开心，他们在网上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有精子仪器，便要求家里的长辈必须送来精子仪器才可以见孩子。如果这要求只是对自己的父母提也就罢了，他们倒好，对这有钱的普通的远方亲戚也是提出各种要求，气得人家直接断了来往。这些事情我看在眼里，却不好多说，每次想提醒哥哥不要这样，都会被父母拦下来，生怕哥哥嫂子生气，不给他们监孙子。现在倒好，他们直接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。你怎么说话的呢？我们让你看着啧啧是看得起你，更何况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总有一天要嫁出去，到时候跟媒婆说你会照顾孩子，那你不就更有优势了？我听着哥哥说的这番话，不自觉地捏紧了拳头。小的时候他还算明事理，现在怎么跟下的江头一样？好了好了，别跟他废话，你爸妈又不在，他不照顾谁照顾？一天天花那么多，真把自己当大小姐呢？嫂子模糊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，随即电话被挂断。等我再次回拨过去的时候，已经是关机状态了。我被这对不负责任的夫妻俩彻底激怒了。平日里我爸妈伺候着他们一家3口，现在我放假了，又来霍霍我，这是我的最后一个暑假，原本跟朋友约好，明天就出去旅游，现在不仅所有的计划都泡汤，我还得留在这个乌烟瘴气的房子里，照顾我这个混满屎尿皮臭味的小侄子，家里脏成这样，这得多久没收拾了？我试图想让小侄子回答我的问题，但他只会不停的尖叫。别的小朋友虽然也会哭闹，但也有软弱可爱的时候，而这些美好的特质，我小侄子身上是一个都没有。我实在无法处理眼前的这一切，赶紧拨打电话向父母求助。照理来说，他们也应该在哥嫂家的才对，不知为何今天也一样不见人影。还没等我把电话拨出去，妈妈的电话正好打进来，我犹如盼来的就行，接起电话便想告状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劈头盖脸的一顿指责。小黎，我说你也真是，只是让你看几天孩子，就跟你哥在电话里吵，你嫂子都不开心了，万一哪天他不让我们看泽泽了，我们活着还有什么盼头？可是你别可是了，好好照顾泽泽，等暑假过去，我们也就回来了。一整个暑假，这是想让我死吗？我赌气般的挂了电话，但当得知嫂子安排我来照顾小侄子后，又把我父母赶去打零工补贴家用，我还是没办法跟自己的父母生这个气。当初哥哥找不到结婚对象，父母是托了人才，好不容易有了嫂子这个媳妇，嫂子进门没多久，又给他们添了个孙子，他们心里别提有多开心。但他们只把开心留在哥嫂面前，家里只有我的时候，就会跟我抱怨照顾哥嫂太累，哥嫂还没个好脸色。一开始我还会单独找我哥聊这些事，但我爸妈每次都被刺我，时间久了，我便也学会了闭嘴。但现在哥嫂吩咐人，居然吩咐到我头上来，这怎么能忍？面对他们夫妻，我向来只有受气的粉，如果在这件事上我还要默默承受，将来说不准还有多少破烂的事等着我呢。我给自己收拾了个沙发位，直接给我的旅游搭子打去了电话，喂，暑假旅游泡汤，但我有个补偿方案，你要来不？等知道我哥嫂家的时候，我已经把最大的错误打扫了出来。在我哥嫂回来之前，我们可以一直窝在这个房间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我们的旅行主打一个换地方睡觉，现在能免费来我哥嫂家睡觉，还吃喝全免，不要太开心好不好？真多吗？有生之年，我也能过上寄生虫般的生活了。侄子一脸喜悦，他来之前，我便开启了全屋空调。原本房子里一股怪味，现在开的空调舒服多了。虽然房子里乱得要死，但好在这房子风景好，视野好，房间还在宽敞。感谢当初我爸妈愿意为了哥嫂的高标准买房，要求买单，要不然这样好的房子，我只能花高价去酒店才能住到。不错呀，这里看出去，居然还是一线的江景。晚上我们就在这里烧烤，一定每次只有我跟芝芝讲了事情的经过，他很同情我的遭遇，于是决定一定好好和我享受这个假期。他站在阳台上比划着如何烧烤，既然位置都安排好了，食材还不得赶紧安排上。不看不知道，哥嫂家的冰箱居然都是好东西，一排排的牛排牛腱子肉用锡纸包着，打开来还十分新鲜，分装好的猪五花肚不用我们清理，直接可以上烤架。冰箱旁边的柜子里还有满满一柜子的进口零食饮料，我和芝芝怕是整个暑假都炫不完。在这边，在柜子的深处，甚至还有好几盒燕窝鱼翅，这些东西，即便我做副业赚了不少钱，也舍不得买呀。啧啧，你爹妈平时过的都是什么好日子啊？我对着餐衣上的小侄子感叹，他狼吞虎咽的吃着我给他泡的米糊，看来哥嫂在出发前应该都没给他喂一顿。你小侄子也是可怜，才这么点大，你哥嫂也敢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，万一跌了摔了，后悔都来不及。
芝芝吃着进口的零食感叹，她有个外甥女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，但被养得白白嫩嫩的，每天都笑嘻嘻的，已经会说不少话了，跟我小侄子相比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亲爹妈不靠谱能怎么办？我看他们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孩子，我爸妈也是糊涂，一天天就害怕见不到孙子，也不看看泽泽被他们养成什么样了。算了，我们给孩子洗个澡吧，吃了他家的东西，总不好什么都不做。芝芝是天使，没有他过来陪我，我怕是要死在这儿。洗澡可以，家里就不用收拾了，最好怎么乱怎么来。我一声奸笑，芝芝就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把我骗来让我带孩子说是给我的惊喜，我自然也得还给哥嫂一个大大的惊喜不是？小孩子的破坏力真不是盖的，才没2天，房子里只剩下错误的一片净土了。客厅墙壁上被小侄子画满了各色各样的图案，花花绿绿的看着就让人心梗。游戏区的玩具对他丢满了整个屋子，我和芝芝甚至都没有一个下脚的地方。我们把它暂时放在主窝，想着好歹收拾出一条路来。没想到等我们再进去要把它抱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把嫂子梳妆柜上的护肤品化妆品全打开，整个房间都被他抹了个遍。芝芝想把他抱在怀里哄他，我阻止了他，拿出手机先将这一幕录了下来。这些都是嫂子珍藏的东西，别到时候怪到我头上。与此同时，我连续给我哥打去了好几个电话。很好，还是关机状态，可不是我通知不到位，是你们没给我通知的机会啊。为了记录下小侄子做的每一件事，我立马下单买了可移动的监控摄像头，之后小侄子干嘛，这个监控都可以跟他旁边记录下来，不用我特意用手机拍了。虽然一切都准备得很妥当，这只还是免不了替我担心，这样真的好吗？你哥嫂要是追究起来，终究责任还是会落到你头上，是他们做父母的，丢下孩子不管，怎么还能来怪罪帮他们照顾孩子的人呢？别担心，这次就算彻底翻脸，我也不能让步。在之后的几天，我们依旧过着宅家白吃白喝的幸福生活，小侄子在我和芝芝的照顾下，反而变得胖乎乎起来，偶尔露出笑脸，还是挺可爱的。但他搞起破坏来简直就是个魔鬼，不但把自己的口粮全倒了，还到处砸东西，把客厅电视砸出了一个大坑，幸好监控都记录下来了，不然真的很难相信一个小孩子能把家搞成这样。我就在小侄子搞破坏后，就给我哥打电话，原以为今天还是关机，没想到这次居然接通了。他们夫妻俩在外度假10来天，已经下了飞机，马上就要到家了。我赶紧让芝芝回家，这2人回来发起疯来，误伤了芝芝问题可就大了。芝芝刚走不久，哥嫂便到家了，果然房门刚被打开，还没见到嫂子人，就听到她划破天际的一声尖叫，啊，李可离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我家都被你搞成什么样了？我没理会她，抱着小芝芝一脸疲惫的样子，见他们来了，转手就把小芝芝扔到他们手里。他们到家之前，我特地换了一身又脏又臭的衣服，头发也搞得乱糟糟的，任谁见了都能看出这几天我过得很辛苦。嫂子看我把小侄子塞给他，他一脸嫌弃的又把小侄子转手塞给我哥，嘴上还在嘶吼着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我家被你搞成这样，你必须得负责。哦，又要我负责，我还要你负责我的精神损失费呢，破坏都是你们儿子搞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不想家里变成这样，怎么不自己照顾孩子？我一脸不屑，果然留给他们的惊喜还是小王，早知他们一定会责怪我，还不如直接把这房子给先过来，这样我还能爽一点。哥嫂俩进门仔细环绕了一圈，看见被砸到的大洞的100寸大电视，心疼不已。嫂子甚至直接抄起地上的玩具，直接向我砸了过来，我一个躲避，玩具狠狠砸在了小侄子的头上，小侄子撕心裂肺的哭了起来，但嫂子根本不关心，依旧朝着我们的方向疯狂辱骂砸东西。我哥看到小侄子头上已经鼓包了，才制止住嫂子。李可文，你老婆真是个疯子，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？我看着小侄子头上的包都心疼不已，而嫂子现在眼里却只有那台被砸坏的电视，就算我抱着小侄子把伤口给他看，他还是无动于衷，这是我看就怪你，但马百家狗那么乱，一个女孩子也不知道收拾收拾，你们2口子还有闲心指责我，要不是我这几天看着泽泽，你们还能出去度假？小侄子在我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夫妻2人非但没人提出要去医院，更是连抱都不抱一下。李可文，我真是服你，泽算脑袋都哭起一个大包了，你都不打算去医院看一下吗？听我这么说，我哥才反应过来，松开了还在抱走的嫂子，打算冲门去医院，要去你们去。李可文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妹，我度假回来的好心情一下子没了。现在泽泽要是有一点事，我找你们俩一起算账。我哥一脸无奈，又瞪着眼睛白我，没说任何话，拉着我便出门。哈哈，今天算是见识了，哥嫂连自己的孩子都没那么在乎，对其他人再怎么无耻也能理解了。刚到医院，我的电话就开始被爸妈狂轰滥炸，我听了医生的诊断，没时间接听，统统挂断。倒是门外的亲哥还清闲得很，甚至还能打一把王者。小孩子头上的鼓包可能是暂时的肿胀，他现在情绪还行，还不用做什么一切的检查，但回去后一定要观察他是否有呕吐囑囵，一旦有类似的情况，必须要赶紧就医。还有一个情况，你别怪我多嘴，你们家孩子快2岁了，还不会说话，看着也比较呆着木呢，包括他的面容也有些奇怪，我建议你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检查，或许孩子在智力方面有些问题。听医生这么说，我才意识到小植物在意于其他孩子的地方在哪，但这是观众大，我并没有转达医生的话，而是直接把正在打游戏的哥叫了进来。我哥听了医生的话，一脸愤怒，怎么可能，我儿子怎么会是傻子？医生看我哥态度恶劣，也丝毫没有惯着，我只是提醒，孩子智力如何，你们做父母的最清楚才是，不信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做测试，在我这里撒也算怎么回事，出去。
我哥虽然很少管孩子，但他接触孩子比嫂子多点，他也知道小侄子比其他孩子发育更慢。以前家里人对于这点一直都是逃避的态度，现在被医生点破了，他就算不想接受，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搞清楚。果然在专业医生的测试下，小侄子被诊断为轻度弱智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大概率是遗传。我爸妈的电话还在轰炸中，而我们这边得到这消息也由于晴天霹雳。喂，妈，泽泽这边有点事。你嫂子都跟我说了，你真是个惹祸精，不但把你哥家祸成这样，还害得泽泽去医院。你现在就给我回来，你嫂子都报警了，连我们都要怪罪，你可别想逃。这一天真是炸脸，等我和我哥到家的时候，家里已经坐满了人，不仅爸妈回来了，连警察看着都等我们多时了。爸妈，你们不是在外面打工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听我这么问，爸妈一脸的心虚，不敢睁眼看我。嫂子翘了二郎腿坐在中间，像是要发落我们的样子。警察同志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我就先说了。好，你说10几天前，我婆婆说他们最近累了要休息，正好我老公妹妹放暑假，婆婆就说让她来照顾几天孩子，我为老人着想，觉得不是不可以。结果你们看，我家就被她砸成这样，我找谁说理去？嫂子一边说一边好哭起来。这还不算，我儿子还被她弄伤了头，你们看我儿子的脑袋，这个死女人是要害死我孩子啊！嫂子一把抢过小侄子，抱着小侄子坐在了地上，一边哭一边摇。小侄子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情绪，一下子就被点燃，又跟刚刚受伤的时候一样，撕心裂肺的哭了起来。家是我砸的，小孩子是我弄伤的，嫂子还真是会颠倒黑白，要不是留了证据，我今天岂不是要冤死在这？警察听了一大一小不停的哭号，也是烦躁不已，转头问我事情是否属实，我不慌不忙，直接掏出监控录像，警察同志，你们可以看看这些。首先，我是被我父母和哥嫂合伙骗来这里照顾孩子的，我到这个时候就小孩子一个人，他们连饭都没给孩子喂就自己出去度假了。其次，这房子里的财产损失都是小孩子弄的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一个人带孩子10几天，想给孩子父母打电话都打不通，他们是否有遗弃罪的嫌疑呢？最后关于小孩子受的伤，你们可以看监控，是孩子妈自己砸东西砸出来的，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。他在你们面前颠倒黑白，是否涉及报假警呢？警察看了我手上所有的证据，一脸无语，交代了几句，起身便要走，但嫂子还是不依不饶，抱着警察的大腿，不让他们走，一定要让警察拘留我，才肯罢休。警察被嫂子的行为震惊到了，从来没见过拉着警察撒泼打滚的人。我警告你，这件事属于你们自己的家事，就算追究，也是你的问题更大一点。如果你再这么胡闹，我们就要依法对你进行拘留。听到要拘留，嫂子才松开了警察的腿，她放过了警察，但并没有打算放过我，一个有娘生没娘养的，敢跟我作对，你是要死吗？说这边跑过来要打我，我转身避开，嫂子摔了狗吃屎，没错，嫂子就在骂你，这你也不生气吗？在我亲妈面前这么骂我，这种人着实少见。没想到我妈夫妻嫂子转头指着鼻子开始辱骂我，你嫂子说的不错，都是我把你给惯坏了。我没想到自己的父母会偏心至此，要不是他们欺骗我，被嫂子赶去打工了，我也不至于真的纵容小侄子，把家里搞得那么乱。算了，所以出去打工是假的，你们也知道照顾小孩子累，怎么还有脸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？当我被他们和侯红骗来照顾小侄子的时候，他们是否有想过一个人能应付得过来？要你照顾泽泽怎么了？这是你的义务。别说你还没嫁出去，就算真的结婚了，你的一切也都是你哥的。我以为偏心的父母只存在在网上，没想到活了20多年，这样的父母就在自己身边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不赔偿你嫂子，你就别想再回去上学，你还不如马上出去打工。哈哈，既然做父母的都没有心，那就别怪我嘴上不把门了。爸妈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泽泽是个弱智，你在说什么屁话？一直低着头不吭声了我爸，听到我说孙子的不好，立马狂怒不止。不信你们自己问我哥呀，他亲自带去检查的，鉴定书就在这呢，你们自己看。哈哈，你们没想到吧？千中万爱的孙子是个傻子，至于为什么是傻的，医生说了，是遗传，我们家没这个基因，至于遗传了谁的弱智基因，你们自己也能想明白吧？我接连开炮，拿出鉴定书，扔到他们面前，他们依旧不敢相信，等我哥亲自开口承认，我爸妈终于沉默了。我看着嫂子冷笑，其实我也不敢确认是不是他的基因问题，但他惹到我了，至于嫂子能否洗清自己的嫌疑，就让他自己去解释吧。我爸妈向来是最要面子的人，他们的同龄人里，我哥做我儿子结婚最晚，但却最早生下子。哥嫂把池子小池子，动不动就用小池子威胁我爸妈，这才导致哥嫂变得越来越无耻。如今检查出小池子是个弱智，这无疑会让他们丢大脸，他们又不会怪罪自己的儿子，想都不用想，这所有的责任，我父母都会推到嫂子身上，不是我，我做过婚前检查，我没有毛病的。我爸目光凌厉，那眼神再也没了以往的宽容，你的意思是我们有毛病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肯定是假的，肯定是小黎造的假。我爸妈掌握财政大权，平常胡闹也就算了，如今这世上他是一点都不敢得罪我爸妈。嫂子言语混乱，又想从我这下手，可惜这次是我哥亲自带去做的检查，赖不到我身上。我倚靠在大门口，轻声冷笑，不打算再与这里的人纠缠，准备趁乱随时跑路。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了，自己的原生家庭已经烂了，我得先去爸妈房子里拿上户口本，把自己的户口独立出来，这样我才可以为我自己做主。不等第二天，我拿着户口本连夜跑路了。我爸妈还不知道，我已经靠自己在外面攒了一套小公寓，想要脱离他们毒火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说起来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嫂子。当初我哥跟我嫂子谈婚论嫁，除了必要的房子车子彩礼，嫂子还很委婉的提出一个要求，
嫂子觉得未来肯定是儿子给父母养老，我已经成年在读大学，我就不能再拿我父母的一分钱，连几千块钱的学费也要我自己去赚。原以为我父母是明事理的，肯定不会答应，但没想到嫂子提出这个要求的第二天，他们便私下来找我。他们在我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着自己的苦楚，表示自己不能再供养我，还要我多多理解他们，以后对歌颂好点，这样才能在娘家立足。我心里不认同他们的说法，但父母都提出来了，我也不能甜着脸再问他们要钱。父母给我断供的第1年，我过得最辛苦，靠1天打3份工，才勉强付得起学费。慢慢的我开始有了长期的副业，这才赚到利息钱。赚到钱的第一时间，我便在读书的城市买了套最便宜的公寓，因为那时我父母要长期住在哥嫂家照顾他们，我过去不方便，便连家都不让毁了。这个暑假我好不容易有点空闲的时间，本来以为他们良心发现才邀我去团聚一下，谁能想到会闹上这么一出。幸好我还有自己的退路，不然被他们生存活泼了，还得给他们数钱。哪知我才过了几天安生日子，我的辅导员突然联系到我，说我家中着火了，父母受伤严重，却怎么都联系不到我。他们当然联系不到我，跑路的那天，我便已经把他们所有人的联系方式拉黑了。但好死不死，大学入学的时候，班级里拉过家长群，这才能通过辅导员联系上我。李可丽同学，你家被人纵火，父母目前正在医院，他们联系不到你很着急，一直在给我打电话，你自己联系一下吧。好的，老师。正当我以为爸妈是骗人，只是想把我再次诓回去的招数的时候，辅导员又转发来了一张图片，是我父母家被烧得黢飞的照片。妈呀，难道有人真的想烧死我爸妈吗？怕我一进病房，我哥耳光就落在了我的脸上。爸妈躺在病床上，看上去很虚弱的样子。你是自己跑出去了，连爸妈都不管不顾。你知道我这几天周我爸妈有多辛苦吗？我哥弄木圆灯，脸色铁青，眼睛下挂着2个大大的眼袋，看来自我走后，我哥没少被折磨。你想要爸妈的福，你给爸妈养老看病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看我还是嘴硬，我哥再次冲上来想要打我，却被我爸厉声制止住了。行了，小李也回来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我哥愤愤不平的离开，原本父母脸上严肃的神情一下子变得柔和。小李呀，我们找了你好几天，怎么才回来呀？不好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爸妈你们说吧，什么事找我回来？你老师给你看了吧，我们家着火了，这是你嫂子干的。火，我嫂子她是只伤过大脑吗？这样违法犯罪的是她也干得出来，那你们去找嫂子问责呀。找我回来是，你嫂子这个人，我们家不能留了。他说他把离婚走了，其实是脑子有病被关起来了。你嫂子的脑子也遗传到了精神疾病，现在这个病又遗传给了泽泽。嫂子跟我哥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很少有娘家人出面，原来事情的根在这里呢，怪不得嫂子情绪一直很不稳定，我还以为只是单纯的被惯坏了。现在你嫂子有医院开出的精神病史证明，她又不同意离婚，出了事连警察都不管，我们是真怕她再闹出什么幺蛾子。爸，你说了那么久，究竟想要我做什么？你铺垫了那么多，肯定是有求于我了。小李呀，爸妈知道你是最孝顺的，你哥现在要处理离婚的事情，我们又被你嫂子祸害成这样，泽泽没人带呀，你帮帮爸妈这一次，你先休学，把泽泽带走，等你哥离婚成功了，我们就把泽泽再接回来，你看行不？啊，原来在这等着我呢。我默默注视着父母虚伪而又为难的脸，他们难道在生下我的时候便想要我做我哥的血包吗？你们是想我彻底退学，带走泽泽，这样才好让自己儿子离婚另娶，再生了孙子吧？嫂子有精神疾病，法官肯定不会把泽泽判给他，你们没办法了，才想起我的吧？我眼中的冷漠与失望再也无法隐藏，一直以来被家人忽视剥削，我又怎么会猜不到他们的心思？被我戳穿了心思的父母面如土色，他们瞪大着眼睛，不知该如何接话，他们的胸口上下起伏着，不断给自己顺气的同时，还想指着我的鼻子骂，好像我应该配合他们的表演，不能如此直白的把丑话说清。你们省省吧，我是不可能同意养泽泽的，你们做的错事想让我买单，这辈子都别想了。我目光淡然，户口都迁出去了，将来给点赡养费得了，其他联系没必要再存在。听我如此决绝，我爸妈气愤不已。在我拎起包要走的瞬间，我爸拿起身边的水壶，就向我砸了过来，没砸到我，而是差点砸到了刚进门的警察。是李有为吗？警察被这飞来的水壶吓了一跳，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。这是我这个月第3次出警尹家的事了，尹家人还真个个是人才。警察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，3次出警，2次都是我被家人针对的场景，这频率连警察都对我怜爱了。今天过来是新的警情，尹家媳妇又在家里纵火了，就是第1次出警的地方，不过好在发现的早，家里没有实质性的财务损失。现在你们谁跟我走一趟？他是精神疾病患者，需要有人陪同做笔录。警察再次找上门来，我爸妈肉眼可见的烦心不已，两人立马从床上跳了下来，嘴上说着要找嫂子算账。我本来是可以走了，但为了看热闹，我还是决定跟他们一起去烫石发地。我们到的时候，人群已经散去，只留下3两的大妈还在激烈讨论事情的经过。我哥看样子也刚到家不久，看着家里被削飞的白墙，我这脑袋心痛不已。嫂子抱着大哭的泽泽坐在角落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灵魂一样，呆呆的摇着。你们家的成分确实比较复杂。警察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复杂的同情，这样难以处理的事情，他们也不想遇到吧。我爸妈进屋见到一片狼藉，瞬间变得狠厉起来。我妈甚至直接冲到嫂子旁边，抓起她的头发就想揍她，不过被警察及时拦下来了。现在这家里一个精神病，2个退休老人都是惹不起又抓不了的人物，
还有一个窝囊废男人永远只等着父母出手，自己获利，而我只把自己当做一个局外人，远远的观望着，这配置警察看了都只摇头。我说一下，今天这场纵火案由于没有造成实际损失，不会被判定刑事案件，但你们对这位女士有监管的义务，如果再有下次，恐怕大家都要受罚，特别是你。警察折指嫂子，又看向我哥，我哥蹲在地上抛着头发，现在的他哪还有度假回来意气风发的样，看着比流浪汉多几分凄惨。我父母不能对警察说什么，只能点头哈腰的硬撑下来，保证下次不再犯，转头又对着嫂子辱骂起来，我们怎么这么倒霉，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，要死不死的，赶紧给我离婚回娘家去，3天2头就杀人放火，你就算真把我杀了，我们也要离婚。嫂子听了这话，原本呆呆的眼神一下子像淬了火一样，她朝着我妈冲去，给了我妈一击，我妈一下子没站稳，撞在了墙上，没人来得及制止，嫂子的手又向我爸挥了过去，狠狠一掌甩在了我爸脸上，警察间又闹起来了，才刚进电梯，又统统退了出来前来制止。突然，我哥不知从哪拔出一把小刀，竟然直接冲向嫂子，插进了嫂子的腹部。我要你死！我哥一声嘶吼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吓到了。警察看见有凶器，立马把我哥按在了地上，我哥还在不停的挣扎，嫂子则彻底倒了下来。很快，我哥被警察带走了，现在来了救护车，把嫂子送去了医院。原本已经安静下来的楼道再次热闹起来，刺伤了嫂子，我哥估计是保不住了。我爸妈也不再顾及他人的颜色，蹲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可怜的泽泽也无人照看，坐在地上哭的嗓子都哑了。我该走了，再不走，祸水马上就要引到我身上来了。当天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公寓，到家的时候，我家发生的事已经被当地媒体报道成新闻，成了近日来当地最炸裂的新闻。芝芝给我转发来媒体的头条新闻，询问我是否还好，我告诉他了完整的事情经过，他也给我透露了内部消息。我姐夫在警察局，他说你哥坐牢时逃不了了，你嫂子有精神疾病，又有个孩子，离婚是很难啊。我知道，让我爸妈养着吧，反正他们愿意，我已经逃出来了，他们的破事我是不想管了。3个月后，我已经开启了实习生涯。芝芝再次给我传来一手消息，我哥因为故意伤害罪，处于3年有期徒刑。我早就因为怕离婚了会没钱，还是不愿离婚，目前一直是我爸妈出钱养着，泽泽则被养在了我爸妈身边，他们每天都不愿带泽泽出门，没有这么长的社交，泽泽的病情看上去更加严重了一些。而我也在最近收到了来自我父母的律师函，他们要求我返还所有养育费，并且还需要我每个月支付1万元的养老费。我跟芝芝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她简直不敢相信，真有父母跟自己的女儿打擂台的。她叫我一定小心，千万别被父母知道我的住址，要不然还有的闹的。经过这一系列的时间，我感觉自己脱胎换骨了一遍，家庭中发生的任何糟心事都无法再影响我自己的成长之路，全文完结。